Moon Studio 出品的雷电的第5盒了，铁腕。为什么我把这个放在最后来玩呢？太难了呀！这个玩的变形设计可以说是现在我们玩到的5套里边最难的一款了。当然第6款还没有出货嘛，最后的那个就是一个胳膊，因为是同模嘛，所以难度应该和之前的那条胳膊是一样的。而这个铁腕它变的是裤衩的位置，合体的腰腹部，也就是脱斗的那个感觉。再加上它这个列车是最长的，3变形态之下，整个的一个哇，全是片片，左右的一样，前后的一样的那样包出来的感觉。其实我挺讨厌片片设计的，但是呢，这个铁腕啊，还是那句话，真的是这个设计师把片片折叠、片片包裹这些东西玩明白了。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，觉得这个片片怎么样？盒子依旧和之前的尺寸是差不多的啊，基本上一模一样。侧面也是一个等身大的人形，背后这里是一些实物的照片、噱头的展示。它一体变形变出来的这个大裤衩，这个是让我很满意的。其实我对这套雷电最满意的就是它没有用各种的替换件装肚兜啦、装裤衩了那样去设计，因为6个成员吧，它毕竟有一个是变出来的，而且这个裤衩变得很规矩。织品方面依旧一份彩色的说明书，那说明书也是看不懂，我也是自己摸索的。配件方面，前后的接头，铁腕自己的小枪，还有2把大枪。这个呢，其实也可以当成2把小枪来使，然后呢，可以把它组合起来，组成最终雷电大合体的一把枪。哇，还是挺雄伟的，很大的一个个头啊！没有办法给大家放在转台上展示了，大家凑合的跟这儿看一下吧。可以说啊，就目前为止 Moon Studio 出的这几款雷电的单体成员，就这个铁腕的车身长度我是比较满意的，其他的几个都觉得短，就这个觉得还够，很长。而且这个地方，这个应该是它的驾驶舱的位置啊，变人形挺有趣的。其实，首先依旧是翻到底盘来，我们先把导轮这些地方小扣子滑下去，哎呀，好紧，折叠起来，好，然后裤衩子的这个地方吧，先拆开，这下方有很多的卡扣啊，在这些地方。然后呢，裙甲的可动的地方，这里也有一个卡扣，卡在侧方这里。打开以后，把这2块旋转下来，裤衩子就可以动弹了。要不然它这个地方是锁死的。就这一套雷电给人的感觉，设计了很多这样的维度小咬合。下方这里的2块裙甲先拆开，然后啊，我们把这2块左右旋转一下，把这2个造型件先转开，为的是一会儿方便。接着把这一节整个的打开，然后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，拆松。拆松以后，一个双段关节从根部这里折叠拉上来。从这儿看吧，它有2个卡槽，从下方这里车型插到上方人形。但是呢，在插以前啊，注意一下，这个根部的关节里边是一个磨盘式的转动，也就是说，你通过这个磨盘的调整，可以把这一节提一下，对比一下这个高度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变成人形的时候，我们把这块旋转、旋转、旋转提上来。这个小细节是说明书是没画的。好，你看这就得自己变形研究了，看说明书有的时候写的不详细啊。这回就可以把这2块造型零件反折回来，不用了。另外的一边属于镜像的变形，Z 字折叠提起来，记得这个磨盘的转动，把它提高，
好，提高以后再扣合，两片挡肉翻下来，呀，卡住了。好，这块捏下去，哎，没有问题了。接着裙甲撩开，我们刚才腾开了这一块的空间，只是为了解放出裙甲，而解放出裙甲呢，也是为了它的大胯最后能正式的折叠下来。这里都拆松掉，然后提开这一档，好，整个的拉松掉，往起折叠，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的连接杆，还有可动的轴啊，把这一块都调开，接着把这一片包裹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分层锁的，把这一边解锁开。但是中间的这根黑色的我们不要动，只是把外围的这一层窗户，不是窗户啊，这小缝插的挺紧的，扭一下，这个不要动，再解锁开这一层，张开小翅膀，好，再拉起来。中间又有很长的一根连接杆。好了，接着再解开左右两侧的黑色片片，终于把这些包着的东西全部解松了。这个时候从中间这里脱开它这个大卡扣，注意啊，中间这里还有卡扣，在大腿根上全部脱开，把这两个卡扣也脱开啊。哎，这回你的大胯终于卸下来了。一条腿摆好它，这个过程其实挺复杂的，主要是拆，而这一面已经拆到了乱七八糟、千疮百孔，一会儿我们再整理它，不管了。另一条腿继续拆，边边打开，驾驶室打开以后，这个卡扣再往长拉一截，拉一截以后再往上翘，瞪着两个小眼睛，还挺萌的。接着是这个方块橙色的地方，解开，解开，顺着这个地方顶一下下方的滑槽卡扣，解松，解松以后呢，这里的连接杆整个的拉开它。腾到一边去，接着左右的这两条再打开，然后根部这里还有两个扣子，往外转一下，哎，大胯卸下来了。这个时候可以把大胯两个中间的卡扣啊稍微的转一转了，撮合到一起。这儿还有一个小子，看到没？这里的这个 S 型咬钩再咬上，锁。前后的锁，好了，这个胯就很结实的，我们把它锁在一起了。上面这一大坨乱七八糟的，不用管它，先变腿，一概不理。腿部左右拆一下，先把这个导轮的位置拆开，然后啊，这个地方它挺有意思的，你要整体的拉松卸开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滑槽的燕尾扣子啊，整个这几片全部解开，打松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夹缝，挡片扣开，往外转一下，把这个大脚丫子再顺到外侧去，然后再回来。回来以后呢，啊，继续包就行了。我们这个时候啊，需要把这个里外面转一圈，转一圈过来的同时呢，把这些地方全部团起来，然后上方这里这个边缘再转一圈，把卡扣露出来，去锁它的膝盖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扣子都对上，侧面这里的扣子对上，然后这边的扣子对上。好了，一边腿就变完了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旋转一个面儿，然后把这个边先
先转一下，这里有锁扣，转出来。接着把这个边旋转过来，然后都堆到这儿，堆成一个这样好像一手枪似的造型啊。把这个棍子插到下方去，然后侧面这里有很多的卡扣，插合，膝盖这里左右咬合，插住。最后这一排导轮再翻过来，这里的卡扣钩子咬死，锁上。脚底板这一片卡过来咬死，好，卡扣都锁上。这面脚尖的部位双段关节搓平，然后把这一块又一个双段关节搓下来，一个大脚板就变完了。好，另外的一边镜像的再变一次。卡扣打开，这个地方不太好卸呀，很紧。哎呀，嚯！先拉起来啊，它这个下方是有滑道的，把它拉起来，拉松掉中间的卡扣，再展开，然后打开这个地方小的挡板。旋转一下，脚丫子旋转，顺着到外侧去，立到那一面。这块不要乱动啊。接着整个的这个面板旋转180，也就是说需要把这个上边边缘旋转的这一圈转到这个膝盖这里，上方这儿就行了。然后这一片折下来，整个的卷成一个手枪的形状。插合归位，好，藏到这个程度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旋一圈，主要是让这两个扣子咬住膝盖。好，现在的我们两条大腿就算变完了，然后我们来整理上边这一大坨的零碎。首先呢，我们腾开了刚才所有的地方，这个下方的轴部这里是有一个滑道的，我们要把最起码一面啊一定要滑到底。滑到底之后，你旋转一圈，这个脑袋就可以从中间翻起来了。现在看起来挺松啊，因为没定住。然后我们连同带中间连接杆的部位一起往上提，一起提，提到头，把这些东西都立起来的。哎，好，这样看直观一些。把中间这一堆东西都提起来，拉上去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然后刚才翻开两片是这样的。我们旋转一下，把中间所有的卡扣插合到一起，中间有一些左右搭合的扣子和燕尾扣子，进行一个结合。两片板咬合在一起后，边缘这个小角往起折一个90度，然后先往下折，再往上折，进行一个折叠，把这个侧面就等于夹起来了。然后前后的胸甲这个地方，双关节搓下来，搓下来。这就是前边我说到为什么我要旋转这个磨盘的转动关节，让这一节整个的往上提。因为你不往上提的话，这个卡扣就对不准，这个橙色零件的盖子对不上。提到位，然后把它的肋部锁死。好了，身体的一侧就变完了。另外的一侧同样。把这一坨都拉上来，尽量的往上提，提到最高处，然后把这两片板中间连接起来，你不要打。把这两个角角折起来，然后这里
灰色的先往下折，露出来2个卡槽，卡槽在双段关节折叠卡住这儿，立起来的这个角角是为了让中间有一个支撑的空隙，然后把这2片折过来，卡槽插进去。好，侧面的一个肋骨，现在胸就包成方块了。继续往高。接着我们来处理2条胳膊，2个胳膊这里就要利用到一个锁点。好，其实就是这个车头的位置啊，打开中间的卡扣，把这里锁开。我们看到腋下这里有2个凹片，凹进去的洞洞，它插的是这2块橙色的片，也就是说相当于什么呢？前后夹，左右锁，上下这里用这个销子把它插住。你说它是个片片包裹吧，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些木匠的榫卯结构存在，所以这种感觉虽然是个片片，但是还挺有趣的。好，把这一节折下来，然后用这个榫卯结合，把这里完全的锁死掉。找一找。好，插入。这回插紧以后，首先肩膀头子的这一块它就不会掉下去了，我们找平就行了。然后这2片被夹得死死的，因为这2片被夹死了，所以中间的这个芯儿也被夹死了，挤得满满当当。而且因为这2片被夹死了，前后这2片也被夹死了。哇，片片木匠 ，nice。拳头翻出来，注意一下这个手指头不要卡住边缘了，这个空间很紧张。大拇指好，没有顶到，拿出来了。这面是正面，我们把大腿转下去就行了。另外的一条胳膊同理，旋转打开，然后立起来。找正这2个榫卯的凹槽，然后一定要捏平这2块橙色的板件，插合咬下去，找平，锁死。那现在基本的人形就有了，最后是处理这一堆背包。这一堆啊，中间还连接了好长的一条杆子，这杆子上面也有很多段的连接的关节，这也挺不好处理的。其实嘛，也简单，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旋转到一定的幅度，横着过来啊，然后往里折一个斜着的角度，斜着的同时把这个双段关节折下来，怼在一起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横过来，在斜着的角度插合在一起，放下来，然后这一片往过一卷，好了，一边就变完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先放在这儿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打横斜过来内卷，插上，打横斜过来内卷，必须得斜着卷啊，斜过来的时候好过一些。好。然后我们来整理一下这2个连接杆，这么多的关节的轴啊，其实最终处理的方案呢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L 型，耷拉在肩膀后边就行了。因为最后我们要找的是这个扣子，这个地方是锁背包的扣子，把这儿对准了，插合就行了。但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要把背包左右2片链接在一起。然后把这2个卡扣钉上。哎，爸爸在直播。背包你可以往下扣，这个因为上下都有卡扣的链接啊，所以你可以自由的调整。我们试一下，当然你得旋转这个轴啊，我这里就懒得转它了。我们调一下。
就是从脑袋后面看吧，这个背包更小一些，但是这个背包厚度会更厚一些啊。但是呢，其实要说还原于头领战士里边的那个造型啊，它背后是有这么一个高耸出来的背包的。给我的感觉，这个变形真的挺烦人的。但是呢，它变完处理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！等我一会儿，我不睡觉，你看我干啥？摸摸哪个？那个。摸摸哪个？那个是谁？摸摸那个。这个是大的。大的啥？擎天柱。大擎天柱，你给我掰烂了！大擎天柱。这大哥质量不行，你不能给他玩，腰都松成什么样了？去给爸爸睡觉去吧啊！11点啦，你不睡觉长不高了。哎呦呦呦！嘿嘿嘿嘿嘿！那谁转呢？那谁转呢？那个叫铁腕。那个小铁腕。啊，等爸爸完了给你组合起来，那个比你还高呢。豆芽2岁了。那你坐这儿，你播吧。我下了，你给播吧。你坐这儿给变吧。我看你变吧。真是呀你。哎，刚才咱们聊哪儿来着？这让豆芽进来捣乱了一圈，给他忘了。从头说吧。反正给我感觉啊，这个人形比之前的那几个咱们玩到的要壮硕很多。这是我玩到的第5款吧，前4款的身材都是那种挺日式的、挺热血漫的一种感觉啊，而这一款呢，就感觉像是一个壮汉一样，而且很粗壮的身体，四肢也是非常的宽阔的那种。因为毕竟它最后要合体成胯部嘛，所以它的关节要比其他的几款稳定度要更好，尤其胯部的这个齿轮，它最后合体用的也是这个齿轮，所以要很坚固。掰起来还是挺费力的，而且整体来说，这一款铁腕的重量也是这几款里边最重的，零件就多，板件又厚，它这个胸其实相当于一个实心的，一圈包一圈，一圈包一圈，最后来一个木匠的楔子把它锁住。所以呢，这一款更是一个把片片包裹这个设计方式玩明白了一个作品。这设计师，我怀疑他真的以前是个木匠吧。但是你说这个片片包裹，他还不讨厌。其实我挺喜欢这一块的处理方式的。上边你看似变完了以后，我们刚才变腿的时候啊，上半截那一团乱片，又是杆又是片的那种，让人很心烦。但你最终处理完，尤其处理的过程中，一片一片的卷起来、包起来，楔子对楔子，锁子对锁子，榫对铆，铆对榫，最后咔嚓，一个肩膀头子滑下来，世界安静了，还很结实。这个处理方式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但是它还是个片片包裹。来吧，咱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合体的形态。你也转了大半圈了，对，过程中还把擎天柱拿出来看一下吧。可以看到铁腕这个角色真的是又粗又大，它比擎天柱要高出来那么多啊，高出来一头还多，就算到头顶的距离，再加上背包以后就更大了。所以这6个成员里边，铁腕也是最高的一个了。这个铁腕的成本不高，你别看它个头大，售价一样。铁腕的成本肯定要比其他几个便宜，因为它是前后镜像、左右镜像的零件，所以这个模具成本就省下来很多了。我们还是先把拳头老规矩收好。我现在甚至有一点忘了那个合体的方式咋变了，因为这个变形它其实不复杂，就是很多的片儿啊，你忘了，有的时候变，你会忘了哪一片往哪儿锁，哪一片关键的地步，哎呀，这好难说呀，不好解释啊。对，叠乐的味道，其实就是玩木匠，就是很多朋友们如果说同时会玩那种
木质的拼插模型、立体拼图的话，可能会感同身受。这一块就是立体拼图的感觉。来，咱们开始变形。咋变来着？不管了，变变看吧，变到哪步算哪步。万一忘了，你们还能配我吗？先把背包这里解开，拆松，左右两片分开。哎，好，然后这里也是要展开的。这块插还这么紧，再展成这个长方形。但愿我这个活尸画的记忆还够用。好嘞，这两片先立在这里吧。然后我们来拆这个锁子，销子解开，两片延展开，这两片拉出来，继续拉。哎，其实嘛，拉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变出来它胯部的这个大裙甲了。这是个裙甲片儿，然后呢，我们回归一下这里，把这个滑道锁下来。锁下来的时候，把脑袋顺势就给它转进去吧。得嘞，另外一边结，然后前方这里整个一个大翻片放下来，这是它的前后裙甲吧，也别管前别管后了。这是侧裙甲，侧裙甲立一个90度，咱们好，然后前后裙甲打开，这里裙甲打开，哇，又是一堆乱乱的片啊！不用管它，我们先整理到上方去，主要是先把胯拆出来。这回的胯呢，就要左右的延展开。先拉开它，然后我们把铁腕单体的这个裙甲折起来，放到中间去。怎么放无所谓，或者一片搭一片吧，这样左右插。好，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一个方框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钩子再放回去，这是人形时候拼的，单体的时候拼的。接着这个地方的两个卡扣，左右怼上，左右。现在只是一层的固定，因为还有4个卡扣，从这里再旋转出来。我们把这个插销，七形钩的插销滑动，哎呀，好紧。好，滑进去，把这里锁上。这又增加了一个胯部的稳定度。前后啊，一共4个，我们都得锁住了，这样就更结实了。哎，好，这个裆现在就锁死了。再往下翻这一片，翻下来这一片呢，记得再次的搓动这个转盘，搓转盘不好看，先搓上去，归的整齐一些。看这个鸡鸡甲还能动，然后鸡鸡甲呢跟这里有一个卡口，卡住。插合，也就是说，中间的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把它锁死了。所谓抬腿的时候，抬的是这个裙甲。另外的一面也是
把这两片先腾开旋转的角度，然后搓这个转盘提上来。接着我们从这里看，它这个关节是可以折叠的，折叠下来以后，这里已经2个插销把它插死了，然后再跟前方的裆部锁死。啊，好，应该不会忘吧？我这个记性啊，好。旋转立起来，根据根部的这个关节把它放过来，卡扣对卡扣，插合，一定要对准啊！这中间有很多的扣子。好，一个车头或者胳膊的部位就塞在这儿了，另外的一边也是拉到最下方的这个滑道，滑下来，注意一下这个关节摆的位置。我们先要把这一节躺平掉。然后往里卷，哎，把卡扣都对好喽。好，插住了，前后的卡扣插住，腰腹部就有了。好。哎，好，把这2根肩带啊变成这样的一个角度，然后往过包，包过来以后，这里也有很多的卡扣，记得完全的咬合。这边咬合有一个先后顺序啊，先不要这边，往里折叠。它这里有一个7形的挂钩，插合，咬上。另外的一面也是。这面是燕尾扣子加挂钩，也是插上。好，整个的腰子就出来了。但是还有一个细节，现在的这个腰太方了，我们给它做一个倒三角出来。这里边也有很漂亮的板件刻画，哎，腰的斜坡感就有了。这卡扣插得很紧。好，提上来。OK 了，这就是它的腰腹部，还能旋转，没有问题。我这个记性还可以嘛。继续拆，2个脚尖儿先卸出来吧，叠到一个最小的幅度插进去，抠开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锁得很死啊。好，拉出来，这一片拉开，接着继续拉出来这个地方的卡扣，拉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到这条腿中间的这个地方 ，Z 字折叠往上提，提上来之前呢，把中间这是一个合金块，合金的带齿轮关节的，这个最后是组合腿部的一个连接位点。好。把这个橙色的垫在下面，这些东西都填在这个窟窿里了。叠平，好，没问题。然后老规矩，旋转到外侧来，卡口卡住。另外的一条腿也是，把这个边儿旋转到外侧，这个边旋转，掏过来，卡口卡住，左右这里夹合，然后这个地方旋转180度，把导轮放在里边，这里的挂钩再勾上，做一个反向的包裹。然后这些东西嘛，就跟这么叠一下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卡扣，插在车厢外侧，算是一个大腿的装饰造型件。好了，一条大腿就变完，另外一边再进行一个镜像。
好紧啊！拆开，先把它转个180备用。另外一边拉出来，这里旋转180，这一片旋转180。这些零件从撇一个角度，卡扣定在这里。好，装饰一下。另外一边也是旋转、旋转，再旋转。这个地方别过来，卡扣。哎呀，我刚才变得忘了有2个卡扣了，你看这就是卡扣太多了的。大腿侧面这里的连接啊，靠这2个大插销去插。然后继续，我们先把这个就直接往过翻吧，直接翻过来，变成现在的样子。然后 Z 字折叠拉下来，合金的关节给它抠出来，然后进行一个插入，塞到夹角的缝隙里，填满它。这个时候，因为灰色的这个片和大腿之间还有一个插合，跟这儿插一下，让它更稳固一些，也是为了稳定性的考虑啊。所以呢，又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包大腿。这前后无所谓了，我们把这一边再抠出来。这2个挺重要的支撑片，跟大腿这里毕竟中间有悬空的位置，这样就瓷实了。好。这回就挂得很结实，很结实了。给我的感觉，这个设计一点都不高级，就是片儿，里外的片儿，加了一些杆儿，来回的包，来回的叠。但是叠完的处理效果很好，这就是让人很纠结吧？前后同模，左右同模，就那么几个板子。你的变形过程中啊，手里还会有一坨一坨的片片。但不论是车型、人形还是这个合体形态，最终你把这些片片都垒完了以后，像插立体的木质积木那样，你都拼完了以后，竟然还会有成就感。难道这就是抖 M 之魂吗？甚至这个完成度很高，它整个变一个腰腹部的大裤衩子，完全看不出来之前的那种感觉啊，而且稳定度很好，前后左右咬得很死，甚至很多人担心的这个大腿会不会爆开啊？因为它中间环环相扣的锁扣已经把这个大腿锁得很稳定了，而且360度看的话没有露怯的地方，腿前后有可动啊，这齿轮还梆硬梆硬的，前踢没啥问题，后踢齿轮也很稳定啊，侧踢这个齿轮就更紧了，甩都甩不下来。可能唯一觉得稍微松一些的就是这个大腿的左右平转了，大腿左右根部这里因为没有齿轮，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会松一点，但是这个这一点就相当于什么呢？他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算法解出来了一个科学难题的方程式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说这个三变战士为什么合体金刚难设计？难设计就是因为每一个单体成员它都是一个三变。但是就目前来说，我个人啊，Moon Studio 的这一套，我最喜欢的反而是这个铁腕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不出来的喜欢。或许就是它带给我解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片片，最后完整度这么高的一个成就感吧。不能说设计多高级，就是完整度好，这就很怪。真的，你会觉得这个Moon Studio的设计师，你是不是只会用片片杆子呀？但是他告诉你，对，我就是只会用片片杆子，我就用片片杆子做完了以后的这3个形态的效果都不错。
挺恐怖的。你说之前感觉一些片感的设计是叠纸箱子吧，这回的这个感觉更像是那种立体的拼插积木，而最后尤其肩膀锁那一下的时候，你会有很畅快的感觉，很多片一层一层垒起来，各种维度咬合完了以后，一个销子锁下去就是那么结实。可能这就是鲁班当时做那种木质结构的高塔了建筑时候，让人现在的一些人的叹为观止的效果吧。它不是那种很反光的啊，确实消了光，质感挺好的，再加上你看细节身上的一些勾边处理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目前看的只是一个裤衩子，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它最终合体起来的一个实物展示了。尤其50公分有这么多的东西，还是真单体变形出来的部件，没有大裤衩，没有大肚兜，光靠成员的拼搭，它的稳定度能不能接受住考验，还得最终看合体以后的实物展示效果。那么这个我们先暂且放在这儿啊，等到合体以后再来检验它是不是能撑得住。因为翻回来我们说啊，大裤衩当时设计出来的那些金刚，大裤衩也好，大肚兜也好，第一个难解决的是美型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偷工减料用一个大肚兜替换上去，美型不用考虑了。第二个主要考虑的其实是稳固度，因为你要做到50公分的话，这些地方你如果是变出来的，设计不好说炸就炸。但这一回的雷电给我的感觉，这些单体设计的这些零件的地方锁得很稳定，全部都是3维锁扣，各种的维度拼插，但是能不能撑得住还得看后续接受检验吧。那么这一款铁腕就是这样了，目前来说 Moon Studio 雷电里边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。